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些话题要跟各位观众聊，那包括今天又到了周刊日，那有人会关心说，那柯文哲主席是不是真的有8大金库啊什么这些问题？那劳动部谢宜荣这整个案子到底未来侦办会怎么样？那对政府来讲的话，怎么样还家属的一个公道？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国人，你现在还沉浸在24号礼拜天那天晚上的激情当中。你没有办法想象，经过这么多年的深具教训，我们一直期盼的一场的国际冠军，我们终于拿到了世界冠军，而且这场是扎扎实实的世界冠军，4-0。OK， 那当然在过程当中，这几天跟很多观众朋友在聊，我们聊到很多球员之间的努力，很多球员在过程当中，他不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么一帆风顺，他们有非常多一些努力。陈杰宪、张毅、林家正玉米，所有这些大家都已经聊到。跟你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的感觉了。当这些孩子在发光发热的同时，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另外一批，譬如说教练团，你会聊到包括王建民，包括恰恰，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响亮，他们就是在幕后当教练团，默默的把所有的功劳给了孩子。然后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次我们所有的情搜小组，那在过程当中，你以为这只是过程当中大家把资料看一看，电视看一看，然后就收集出来的？不，早在年初开始就一路上，包括我们花了资本，然后包括我们请所有相关是这个行业的，包括其他行业的所有人跨足到海外去收集了相关一些资讯，所以包括我们最强的蹲捕，我们的家政妇。蹲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有一些的资料。我们看到，恰恰拿了那张，大家以为大家在点饮料、点所有的单子，其实是所有相关一些资讯。好，这些都是这几天被大家传到，都已经让你觉得说，对，回音梦系你就是要的冠军，就是这样来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我们一直都没有聊到的一个人？如果真的讲到中华职棒这次组成的我们的世界12强这个棒球队，当然棒协。跟中华职棒在这里面都要做相关一些的努力。有一个人在过程当中，他一直告诉你，所有的功劳不要在我身上，是在这些球员、教练、所有这些情州人身上。他形容自己，有人说他形容自己叫总鸡吧，有人说他自己形容，我听到他说他只是一个搭舞台的人。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心里面看到这场冠军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平心而论，如果没有搭舞台的人，不会有演员能够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如果不是有搭舞台的人，没有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能够呈现在你的面前。如果没有搭舞台的人，不会有这场世界冠军。讲到这，大家就知道，今天在节目现场，我要一开始要为您访问的这位来宾，就是在这一次整个我们拿到世界冠军，他一定谦称他不是最大的功臣，但很多人都觉得他在这里面绝对居功厥伟。中华职棒会长蔡其昌，蔡会长。武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先讲，我真的不是最重要的人，真的。我再讲一次，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因为今天选手让他休息，对，所以有一些大家想知道的问题，武哥想要知道的，这个要替观众问的，替球迷问的。我这时候总机就来帮忙回答。你看，他现在还是告诉你，这时候总机就上线了。OK， 对好，那过程为什么？观众朋友，你只要看不到，你只要这段熟，你都知道。那其他，因为我跟其他认识这么久了，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然后他讲他是总机，我完全的知道，因为那个低调内敛是他的个性。但是，好，其他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啊，那天12强当双杀的那一刻。在所有的休息区的球员全部都往上冲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拿到世界冠军的那一刻，你的心里怎么想？当下我一直在我其实9场比赛我都是坐在那个观众席里面，跟着应援啦啦队，跟着我们的球迷一起喊。那一天因为最后我们有机会赢，所以他们请我提早到我们休息室的后方，也就是我们情收那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影片有播出来过。我在那行车位置看那个电视转播，那因为会慢大概5-6秒左右，所以外面忽然就哇一声，那我们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明明才一出局而已，为什么外面已经哇了？然后呢，马上看电视就发现，原来朱玉贤接到之后接杀一个，再踩一垒双杀，所以我们全部的人先在现场就先跳起来，然后跳完之后就大家就冲到外面去。
那我看我以前我当了30几年的球迷，我从没有我从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也是公众人物，我从来不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个人会在那个场合会哭啦。我难以想象这件事情，这在那个场合哭是什么意思？我难以想象。我叫完到球场上，我也没有觉得我会哭，因为我就很习惯，我自己选举当选也落选，我从来没有哭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氛围，就是当每一个球员开始跟你击掌拥抱，我们的后勤团队、医护团队，大家开始互相拥抱，我眼泪竟然可以自己溃堤，这我没办法想象。然后最糟，再来就是有一个媒体看到我，因为我觉得我是站在后面，我觉得这时候在舞台上应该是这些球员教练，所以我站得很后面。那媒体就转过来看到我，他说：“会长，很不好意思，这个时间点可不可以请你讲几句话？”那我就觉得说好啊，我把我的高兴分享，但我讲了几句我就讲不下去，我竟然就讲不下去。你想不出来蔡其昌会语塞，对，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我没有办法想象说以前我在理性上我没办法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讲不出来？这次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讲不出来，就是你的画面浮显出来的是这一连串的过程里面，从不被看好，这些孩子不服输，就是想赢，就是不想让人家看不起。然后他们日以继就训练，然后再开情授会议，都开到半夜1、2点，然后让他们去休息，那个捕手留下来继续开会，然后就这样一场一场过，然后一关一关过，然后最后终于打到日本，结果在面对一个神一般存在的日本国家明星队，结果竟然赢了，所以那种感觉，你就是脑袋回想的是快速像那个人生跑马灯一样，快速跑过去、闪过去，就这个。讲到这里，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崩溃，你就是眼泪就自然溃堤。你知道大家喜欢去争执，到底我们叫中华队还是台湾队？我跟大家真的，大家知道我的政治理念跟想法。那我跟大家报告啦，在棒球场上，你喊台湾。没有一个人不会喊，就台湾人啊，但日本人不会替我们喊，但没有一个人不喊加油。你喊中华队，没有一个人不会喊，每个人都一定喊加油，就这样不会，大家都知道这是同一队嘛，是，所以我会一直鼓励大家说，你喜欢叫台湾队，我也觉得很棒；你喜欢叫中华队，我也觉得很棒。那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同一队，在场上我们如果还要再分彼此，那喊什么就一半的人加油，那我们的应援怎么应援得下去？你怎么对得起这些选手？所以我当时就是想到那个球迷那个那个真的你难以想象。我跟你讲那个我们因为一拿到冠军，一拿到东京的门票，我就跟后勤团队说，我们现在的工作第一要务就是先去抢票，不然我们台湾人不知道，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打到东京啦。先不讲冠军，连打到东京都没有。我看到网络大家都说，哎呀，随便都是5败啦，对我们客气一点的4败啦。好，所以我就第一工作抢票，好就开始想尽办法跟人家一些机关、团体、公司、行号到处有没有票可以卖我们，就这样一直收票。好，那第一场、第二场没有太大问题，因为第一场、第二场票没有日本人，没有日本队，所以票卖的不是太好，所以还可以买到。到了第3场、第4场都是对日本队，票根本一票难求。姚哥，你知道那个多感动？我在现场，因为我在现场，大家看到会长都很亲切，每个人都排队跟我照相。我每一次就有空就问一下说，你怎么来的？或者是他主动告诉我说，报告会长，我刚刚转机澳门飞东京。澳门不夸张，我们那天聊这个的时候，有来宾说。航空公司跟他说，他的朋友跟他说，你要不要飞土耳其，从伊斯坦堡飞到东京？这个是比较，这个最夸张。对，那大部分都是香港、澳门、首尔，对，然后那个釜山，然后 Okinawa，不然第2招就是飞日本其他城市坐新干线去东京。对，他们就想尽各种办法。其中有一个球迷告诉我说，因为没有伞兵了。不能跳伞，不然我还有一招，就是直接跳伞，在东京上空跳伞。你可以感动到，就是你会觉得这一群人，国家对他们来讲，这个时候他们可能平常不一定有什么政治意识形态，他们也没有什么大的理论，可能国家距离他们很远，但这个时候那种整个国家利益、国家荣誉那种驱使，才会有这种动力，
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加油。好了，到了不是问题解决了，到了第3天跟第4天，我真的不骗你，那个小女生拿着那个看板，小小的纸板写着她想要买票，有没有人想要卖给她？她就在那里一直走在现场就拿着板子这样走你看看感不感动？那很多人一直。我们能够释出的票都已经全部释出了，买不到他就是只能拿着那个板子，就在现场问，因为日文可能也不是太通，他就拿一个板子上有写，对，板子上面写他想要买票，所以你看到这种球迷，你眼泪不会喷出来吗？我觉得刚才齐章会长所讲到的这一段，让你可以感受得出来说那一刻激动。我相信在现场的激动，跟全国所有人在电视前面，不管是透过手机、透过电视，你看到的激动感觉是一样，是一样的。可是齐章会长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会造成他这么激动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路主训的过程。凭良心讲啦，刚刚讲说有很多人讲不客气的说5败了，客气一点说4败了。连日本媒体说我们11名嘛，对，然后就赢一个澳洲嘛，对，然后接下来所有的那些过程，好啦，连这张看板大概是最不给面子的，对，没有我们，里面就是没有我们，然后有11队没有我们，我心里在想连澳洲你说他第12名都摆了，为什么不摆我们？好，不管这些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拿实力拿到了这一次扎扎实实的冠军。我心里在想连澳洲你说他第12名都摆了，为什么不摆我们？好，不管这些是怎么样，但我们就是拿实力拿到了这一次扎扎实实的冠军。那跟齐章会长这么熟，要聊往下聊以前有一样东西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那导播来帮我带一下那面奖牌，帮我带一下那面奖牌。对，好。你大概有看到，在这次我们拿到冠军以后，有很多的球员非常兴奋，大家挂着奖牌，然后有时候要摇一下，让所有人分享这个喜悦。但是要告诉你，齐章，来这面奖牌谁的？大家以为我是因为节目需要拍一下这个奖牌长什么样子，因为球员戴在身上挥动，大家不是太清楚。是，所以呢，带一面来让大家看，大家以为我是借，不是，这一面是我的，你的。因为它是这样嘛，国际比赛都是一样的，就是队职员。他有一定的比例，正式的队职员他就会给你一个奖牌。OK， 所以我是国家队的领队，所以这面奖牌是属于领队的奖牌，所以我有一面。只是他颁奖的时候他没有颁奖，因为颁奖的荣耀只给教练跟选手，那后勤的人员，正式编制的后勤人员就没有这个颁奖仪式，他就是时间给你，所以就。本来想说，如果刚出炉的，本来想说如果还没拿到，就借一面来。但是我上节目之前就忽然拿到这一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说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没有，这最重要一点，这是传家宝，这是传家宝，这一定是要传家宝，而且是要告诉大家，这一面呢，就是蔡章会长的奖牌，他不是来蹭的。不是，我这个我是队员，我是成员之一。对。而这个成员为什么刚才跟齐章会长在一路聊过来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激动。就要回到所有一开始的主训，所有的不看好，所有的一切。那我先问一下齐章，第一个，我们打日本，尤其最后24号那一天，好了，我们现在自己摊开讲，对，打以前，觉得我们胜算多少？应该这么说，我们不要讲到最后一场，我们讲第一场就好了。从头到尾，这群都是年轻的选手，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没有被带着祝福来的，赢了第一场。开始声音风向有一点转变了，开始第2场、第3场一路赢下去，已经开始道歉表一直出来，陆续一直出来了，他们开始信心也变得比较强大了，所以那个过程其实是一步一步累积的。但不管怎么累积，到最后一场，我们面对的是日本武士队，也就是日本的明星队。对，我们接下来的投手，大家上去打的投手，就是互相相争。这个是日本新一代的这个。王牌，巨人队的王牌，对，他可能接下来巨人要把他送到大联盟去打了，可能 maybe 是下一个大谷翔平，很强大。日本先发很强大，后援也很强大，大四投手，他是防御率只有0点多的，所以对打者来讲，这都是对决顶尖的对决。告诉大家，不用去想太多，享受这场比赛，在场上拿出你们从小苦练的这些技能跟你们的能耐，我觉得那个氛围是长这个样子。我觉得为什么齐章会长会这么激动的这些，刚才其实字里行间有讲到一段，
从一开始不被祝福的这支球队，甚或不被看好的球队，我觉得这某种程度，这整个球队感觉上像是自己从生出来一路带着养的孩子，可是旁边所有的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人觉得这个孩子以后会成功成名，但是你就是不信，然后就是一路带着这些孩子，所以会有那样一些激动。我觉得那个反差之大，可以想象。我们就谈一开始主训好了。一开始主训不算顺利吧？凭良心讲，不算顺利，因为你只要熟所有的中华队、台湾队所有的这些过程，大家想象中的那些不管旅外的或是自己国内的好手，几乎都不在名单里面。所以那时候大家看，为什么大家会有好了？你说用看衰的角度，或什么？为什么连日本媒体把我们评为第11名？是因为看了名单以后，大家一开始的感觉是这样。主训的那个过程，包括在网罗好手的过程，有没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当然我是觉得说，我对球迷我一直跟球迷说，不要写道歉表了啦。就是你们是依照中华职棒例行赛的数据去做评估，你们也没有错嘛。我评估这数据为什么没有错？那只是我要强调一点，说球是圆的，因为我们不是在打例行赛，我们是在打国际赛，它是不一样的。好，那过程里面当然困难重重。第一个。我的工作只有选定曾豪居当总教练 ，OK， 剩下的工作都是豪居的工作，所以教练团的组成、选手的组成都是他的工作。那这个过程里面，我只负责，我就跟豪居讲一句话，我说：棒球你是专家啦，就老理论，我就是搭台的人，你需要我做什么？譬如说你跟我讲说，领队这里台子这个可能要再加2根木条，我就来加2根。OK。那我不知道你们要怎么演，演是你的事情，但我就是依照你的指示，把台子搭好，把它搭好，对。所以他就会跟我商量这些事情，所以跟我商量的意思就是他会告诉我说，譬如说他去美国小联盟跑了一圈，很辛苦，那个是很拼的行程，因为美国很大嘛，他要到处跑，很短的时间，他回来就告诉我说，哪一些选手很有意愿，那哪一些选手很有意愿，但是对于球数，球团认为他今年投太多了，球数应该要控制在几球以内。那他觉得有一些太少控制太多的不能用。那虽然有意愿，但是也不能选，因为不好用。那有一些像玉敏，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响尾蛇球团争取，让玉敏的投球数可以上升。那因为比赛已经结束了啦。这个在比赛前是机密，因为我们如果知道林玉敏的球数是几球，对手就消耗他的球数，想尽办法消耗你的球数。那一开始玉敏的球数其实本来是不是太高，后来谈到75球，那谈到75球，现在讲没关系的啦，就75，所以你们很多人我在解密，就是说很多人就说，阿凯他不是还可以投吗？为什么要换他下来？其实跟这个球数的限制有关系。OK， 那后来我们又争取说，可不可以？如果我们有进到决赛，可以让他再投一场所以为什么柏青连投，而玉敏不可以连投？原因是这个都有很大的，因为美国亚利桑那那个响尾蛇它有限制，对，所以这些都是背后的一些故事。那需要豪居他可以自己协调，他去协调，不能协调，请我到帮忙去处理。其实包括国内的选手也是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像张毅，张毅是日本回来，大家都知道。张毅是一个不服输的典型。他觉得他很有信心，他很棒，他还可以在日本投，可是竟然没有球团要他。所以他这一次一开始他就很希望可以打，然后选了他之后，他就不断的要去证明自己他是可以的。所以呢，他投到过程我就不讲，投到最后一场对日本。这个是本来设定2局不是最好的复仇，不是，他是这样限制的，他是富邦的郭教练郭顾问啊，太原郭太原跟我联络，因为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调整，后来郭太原也同意，但是调整的上限就是30球 ，OK， 那投到张毅投2局是29球，5、6两局，张毅已经29了，对。张毅自己请缨，他跟那个大饼郭太讲，不是，他就直接跟总教练、跟投手教练讲，跟林岳平、跟曾豪居讲说，他要再投。那曾豪居跟岳平觉得说可以啊，刚刚前2局压制力那么强，为什么不让他投啊？但是因为已经29了，张毅非常坚持，他一定要
再投一局，所以他们就成全他。所以这个就是我的意思说，张毅就是不服，他要证明。结果你看他真的证明，他真的就是宰日本。这个听起来很励志。防御率0。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数字啊？这次出现的几个神鬼数字，陈杰宪的6成多的打击率，然后张毅的他不是只投1局，你说0那 OK， 没错，他投了这么多局，防御率是0。我觉得这个根本是神鬼数字。我帮观众朋友他还有一段其他没有讲，我帮他做解密好了。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大家不知道，包括刚讲禽收啦，包括所有是今年2月吧，现在已经是11月底了。今年2月的时候，我跟齐昌有联络，那时候连瑞刚选完没多久，然后我跟他联络一阵，然后问他在哪。那时候你在澳洲，对，他告诉我他在澳洲，2月哦。那他在澳洲干嘛？他跟我说他在澳洲，那时候跟澳洲职棒有一些就是谈合作计划，要培训，然后包括为了就等于是练战呐，养兵练兵的一个状况。对，没错。那是今年2月，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会长跑到澳洲去谈这些，所以今天能打到这个成绩，绝对不是大家想象好像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那真的是一路走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张画面，你看到这个时候，你有去跟日本，有去跟大会说，不是这下面艺术啊，我们本来我已经交代联盟同仁说，把那个抗议信要先写好。因为在比赛当中嘛，所以我助理就说你拍一张你觉得这个很荒谬的照片，所以他就叫我，对，他就叫我比这样，我就比。那后来因为马上因为这个比赛，这个已经到了第2天还是第3天了，那后来就马上隔天拿到冠军嘛，因为接连着4天的比赛，拿到冠军之后，冠军前的那一天就已经有人告诉我说，会长这个很离谱，我说对。我一定要来抗议，然后他告诉我说：“你也不用抗议了啦，因为后来我们解读一下，因为这一张是那个，第2名到第11名的照片，第1名另外啦，这是后面11名的照片就对了。所以我们应该是单独一张，对，我们应该是单独一张所以他就安慰我其实这个就是我讲过嘛，就是他可能大会会觉得，因为这是不管怎样，他有奖金的比赛，还是一个商业活动，当然，所以他一定是把那个。”他一定是算准了，我们大家没有机会。对，因为这个叫 Tokyo Run 嘛，我们是 Taipei Run 嘛，那他认为 Tokyo Run 就是指这些比较有可能会来的，他的逻辑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看衰不止国际的看衰，不只有台湾一些球迷的看衰而已，对。看衰不止国际的看衰，不只有台湾一些球迷的看衰而已。对，不过其实，在过程当中大家看到这一次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包括主训的过程，包括禽收的过程，这次我们赢得很重要一点，我们禽收真的做得也很好。对，没错。所以我刚刚讲说，其实我们是过程当中，那时候在禽收的这一块，为什么会讲到花这么多的功夫 ？OK， 这个其实武哥讲对了，就是成功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因素啦。那这个禽收主要是这样，就是说经典赛是我担任会长的第1个领队，就去年的经典赛过程很棒，大家觉得打败荷兰、打败意大利，哇，很棒。对，结果很不棒。对，因为我们就输了古巴那场，然后分数打多了一点，然后就我们变最后1名。没错，所以要从还要从资格赛打。好，所以因为那场结束之后，体育署有跟我聊，希望我检讨一下，说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比赛过程，所以我就跟体育署署长讲了一个，我说。有几个方向可以来做，那我主要脑袋想的是日本的武士队，它是公司化，就日本的国家队已经公司化 ，OK， 那我们不一定要公司化，但是国家队的常态化要变成是一个议题来大家来讨论，因为只有常态化，它才能够有长远布局。我觉得我们这次也赚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手是年轻的一群，就拿到世界冠军。那搭配老的，搭配年轻的，你看，如果你都老的拿到冠军，那你要想，那新的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这个可以打的，这个老中青都有了。好，这第一个我们优势。那当时我是想说，国家队的常态化有一点难度，需要社会凝聚共识，所以呢，我就想，那我们先做第一步。所以我跟体育长提了一个计划，叫做一级赛事的经济化，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把禽收小组常态化。所以去年的
8月我们开始筹办这个事情，因为预算体育署通过了这个计划，8月开始筹办，10月我们就聘了那个召集人，就是陈瑞昌教练，请他来当专职的禽兽小组召集人。那这计划是要延续到奥运，所以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那陈瑞昌教练开始他做的工作就是把2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把我们可能的潜在对手做情收，第二个就是把我们自己旅外的选手做情收。不然的话，我们的教练团怎么去选选手？好，你没有很好的情收，没有很好的掌握他的近况，你到时候征召的时候名单拿来，你还不知道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要到处去关心他们的状况。好，那这个情收就从去年一直到今年，所以大概是1年的时间，所以完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资料库。同时，我们也跟外面的那个数据公司合作，让他们从电子可以收集的资讯里面，把各个球场收集到各个选手的资讯 data 也都汇整，然后运用他们的软体进行分析。所以我们从一个人1年前成立了一个人，然后3个分析师，然后到比赛正赛开始，我们情收小组有20几个人，20几个，对，除了选手啦，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林汉啊、生峰啊，然后瑞昌啊，然后还有一大堆这个台大的博士，他们做分析师，做数据的分析。那情收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过去也有情收，不是过去没情收，只是我们过去情收可能从头到尾可能就叫3、5个人就做情收，资讯 data 也都不足。那现在科技的发展，所以我们运用大量的数据。那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它会显示出一种统计学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一个投手，譬如说，他的投球的形态，譬如说，当他量好球先取得优势的时候，他就会配哪一颗球来引诱你，让你3振出局。所以用这种几率的概念来告诉选手，你等下打他的时候，大概在什么情况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情收对方的这个打者，就是给投手用。那这个时候捕手最辛苦，为什么家政？当然他长得那个样子就很容易吸引这个大家家政妇，对，家政妇一大堆。那更重要，他很辛苦，是因为他必须要熟记每一个打者的特性，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他聪明又认真，所以他把资料都做很齐全，他最辛苦。然后常常要配球，要告诉投手要怎么投，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铁牛棚说实在话，应该要有至少1半的功劳是要感谢家政这个捕手的引导，当然裴峰也很好，也引导得很好，所以都是根据这个情收资料去配。那投手你说那就投手没有功劳，投手功劳也很大，为什么？我也曾经发现过那种情收，就是当投手状况不好的时候，明明跟他讲说要投内角球，他就投不进去啊。对，你跟他资讯就没有用，他就室外球保送嘛，所以也没什么用。所以投手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的铁牛棚也不是吹牛的，你一定要按照捕手的指示投到他要的位置，要投的球路又要是哪一种球路。好，所以这个就是构成那个情收的那个 data 很重要的资讯在这里。那为什么大家会看到一张图说好像大家在点饮料嘛？对，那是因为澳洲那一场他频换投手，他动不动1局甚至1局还没投完他就换投手了。我们的情收小组是在那个大家看到球员休息室的后面的小房间里面，所以球员的状况就是他下来换他打，他就跑到后面来。先跟情收小组，对，他会跑到情收室。OK， 然后呢，他跟情收室是看情收的昨天开会，就是之前开会的资料，跟他今天投球的形态是不是吻合？因为我们情收除了给他旧的资料，当下在开始比赛的时候，他们同时所有的电脑在记录他的刚刚投了哪一球是什么球。还要随时变动，对，同时记录他现在前3局的状况，然后比对之前的资料是不是就这样，给球员下达指令说，对，你要记住他就是这样。就是他以前我收集的资料是他量好以后他会丢一个内角，今天有没有这样？从前几局他是不是也符合这样一个关系？没错，当下就立刻处理。然后他如果被3振，第1局第一个打席上来被3振，他会立刻跑到后面，我们立刻检出他被3振的那个。球给他看，你为什么被3振 ？OK， 他就看他自己怎么被3振的。等一下上去面对这个投手，不要再犯这个错误。我们是及时处理，不是情收，是把规则收集好了，开完会大家就上场，没有。我们当天比赛的同时就还在情收。好，那点饮料就是因为他换投手换到我们根本来不及去看了，所以干脆出来，干脆就
那个打击教练呢，恰恰就拿单子来跟他讲说，这个你这在比，所以大家就来点饮料，大家来看一下，说我不加糖就走了，我不要什么，就是这个故事是这样，所以那一张照片的故事是因为来不及，所以他们没办法再跑到后面了。所以就直接在现场处理所以也让观众朋友终于知道，好解密了那一张，而且如果照刚才秦昌会长讲，真的很辛苦，大家都以为三振的人就到休息室发一下脾气，或是踢一下筒子，因为看职棒国外职棒都是这样搞，对，原来不是，是回去以后再去检讨刚才为什么样。我们当下就可以剪给他，因为刚才秦昌讲的好，那这次有几个，当然每一个球员表现真的都非常的棒，那当然有几个，第一个家政妇你刚刚提到了嘛，真的，你说他的聪明认真，那个皇帝脸。然后那个古人像，可是当他只要一蹲捕，我觉得这次有几个，就当他一蹲捕，整个场的气势觉得就冻住了，就他要怎么样，感觉上就可以指挥落地。对，那更不要讲另外一个这次的大会 MVP 杰宪，OK， 杰宪的整体的表现，尤其是接下来找老婆那个暖男的形象，然后还有一幕是后来是姑娘请吃烧肉那一次，他被拍到的时候他在抱小孩，对。后来是回来的时候，你再帮他抱小孩，为什么会轮到你要帮他抱小孩？这故事其实是很荒谬，就是因为他坐商务舱，那他的太太坐豪金舱，他太太坐我后面。OK， 那中间不是大家有看到我们要做那个机上广播，因为华航公司希望说杰宪可不可以跟大家鼓励谢谢一下这样子，我说很好啊，跟大家谢谢，球迷都这么支持，那。我就去当他的司仪，所以我就大家好哈，我是会长在家。那接下来我就要请那个杰宪跟大家谢谢。我的工作就是司仪啦，所以我说我搭台的。好，那要太太因为位置比较小，她的位置是商务舱，所以孩子就给杰宪抱。那杰宪抱，然后要下飞机，因为我们要他那个程序上就要求说，领队总教练跟队长先走。那杰宪抱，然后要下飞机，因为我们要他那个程序上就要求说，领队总教练跟队长先走。那我跟杰宪就走一起嘛，豪居走，我们两个走一起。那走一起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不大对劲，因为人太多，我觉得那个吵杂的程度超乎我想象。所以我就跟杰宪讲说，我先抱，我帮他抱，我帮你抱，等一下，因为他一手拿花嘛，我说我先帮你抱。他的孩子刚好就跟我玩的还蛮快乐，所以他孩子说我是不知道他那么认生啦，但就愿意给我抱所以我就抱着他，就陪着杰一路走到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那里狼，说我那声音越来越大，就是大家讲那个黄金之乱，就是那门口哇开始，然后我就当下我就跟杰宪讲说，我给你抱我他说他在找他太太，因为他太太在后面。他说意思就是说孩子意思等一下给那个小朋友给太太抱，我也想说这样好他就我说可是你要签名，他说没关系我太太跟我把我先抱起来，看没抢骗你贼好之类，我们就在打哈哈在那边玩闹或者我那时候就把孩子再还给他，然后就走出去，就是刚刚就是之后就我再不讲了，就是反正那热情已经超出了，其实大家真的都很热情那个就是自动热情，就是说可能以前的接机第一个没有那么多人过了，第二个可能有一些是被动员的啦，就是来说冠军加油，然后就走了，不像这一次，对，都是自发性的。那些来的人都是每一个都准备要给人家签名照相的，所以才会那么乱，大家是忍受不了，就全部都挤过来。这是场内，其实球迷外面更多，但球迷反而不乱，因为他有警戒线，反而都是在里面产生的混乱，对，机场里面很混乱。所以我抱那个孩子是这样。那我回过头来讲杰宪就是说他是。老婆就是很爱老婆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他说老婆你在哪里？全部的女生说我们在这里这样子那他其实不只是爱老婆啦他其实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领导特质的人。他的个性温暖，很愿意替大家讲话，因为他本身也是工会的理事长，所以会长跟理事长本来我们就很熟，因为我们常常等于我不是资方啦，但是因为三方里面。联盟有点像桥梁，就劳资双方我来负责协调大家，所以我跟他常常有这样的机会互动。那所以他有领导能力，他在比赛期间他都会帮大家来争取，然后来跟总教练或者跟我说可不可以怎么样。所以然后他凝聚把大家都带得很好，大家也对他服气，然后他也会鼓励大家。我可不可以问一个？
我记得你有讲一段，说杰宪呢就是帮大家争取合理的一些东西，他都会争取。不合理的呢，他也会争取，只是你们没有同意。对。请问他争取了什么不合理的？没有啦，就是球员有一些想法比如说球员觉得，举个例子啊，比如球员可能觉得比如说可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举例啦，我是举个例子，就球员可不可以吃什么东西？那我们会说不行，可能是因为，譬如说，我随便举例啦，以前发生过说球员说我要吃大肠包小肠，那大肠包小肠这种东西就是要去路边摊买嘛。那路边摊买没问题，我们就吃啊，吃就吃。台湾人的胃哪有那么弱？是怕万一真的那一天落赛的话，那怎么影响比赛？国家队整队拉肚子，这怎么得了啊？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就会礼貌性的禁止啊。所以其实都是这些小事啊，没有什么很严重、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因为你只要听到讲说，他合理的帮大家争取，那真的非常棒。这就刚才齐章讲的，杰宪除了说爱老婆、爱家，然后还有这一块领导统御，但是更重要，我一直在想，他到底争取过什么？会讲出来的，一定就是可以拿来当做笑话讲的。对了，其实都是笑话，不好意思在这里讲，但是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很有趣啊。就是反正，球员有一些想法会反映给队长。你想嘛如果这个队长没有用，那谁要跟他讲？当然，所以大大小小事都找他说：“哎呀，队长去反映一下什么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表示，大家他有一定的领导力，大家对他服气，才会找他来解决问题。所以现场最后拿冠的那一刻，所有人冲出去，你看到的所有的球员跟教练应该都哭了吧？哭惨了，应该都哭惨了吧。那没在那里哭的，不知道躲在哪里哭啊。我想全队应该很少人没哭吧？我自己感觉。OK， 那齐章会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呼吁？因为大家希望的，平心而论，日本、韩国还是强。我们不得不否认这件事。对。可是我们不是弱者，没错，我们有一定的实力。可是要怎么样能够在未来国际赛，希望不管国内、不管朝野或所有的全民，大家给予什么样一些支持？我只是要讲说，不要看轻自己啦。台湾很小，我们长期都觉得我们自己很弱，但是台湾人没有那么弱啦。棒球这次的世界第一带给我们一个，就是你看清自己，你才会真的变得很弱。相信自己可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那第二个，大家进场看球啦，就是很多人现在要什么，要签名，要什么，其实很容易嘛。你只要进我们中职的例行赛，陈杰宪可以让你看到高兴为止，看到饱。所以你要他签名要做什么，你就到例行赛里面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这些球员。好，所以会长要鼓励所有的球迷朋友，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你们可以进场去看球，替他们加油。这个就是对棒球最大的支持。OK， 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老朋友，齐章会长，然后来现场跟大家讲一些你不知道一些幕后，不管是辛酸苦楚或是花絮。那对，这个是在你知道你就找得到总机，他是总机。然后我记得还有就是一开始要可以去东京了，然后先去看包机，然后包括所有的座位，对，然后曾松回来的时候不用再做向进位嘛，没错，那个过程那个辛苦，当然诚如他说的，那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打舞台的人。我还是回到那句话，没有人把舞台搭得这么扎实的话，在上面怎么能够发光发热？那不管怎么说，诚刚才齐章会长讲，希望全民大家一直这样的力挺我们的球队，让我们的球员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能有最好的表现。今天非常谢谢齐章会长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好，那刚才跟中华职棒的会长蔡会长聊了一些这一次拿到了冠军，中间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一些辛酸的一些内幕。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为你邀请到很多特别来宾，一起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次我们的棒球拿到了冠军，然后接下来呢，那胜或在整个球场上面还有哪一些令你感动的一些时刻？那当然，包括像今天的周刊又爆出来，柯文哲主席真的有所谓的8大金库吗？那时间1分1秒的过去，12月底以前真的会起诉吗？好，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名球评许维志，小虎哥大家好。好，那其实我真的讲起来的话，维志。你说刚刚会长有聊到，那这一次从不被看好一路到过关斩将拿到这样一个金牌，大家非常珍惜这些。是。可如果真的看起来的话，好，昨天包括英雄谷的大游行，凭良心讲，真的是要给英雄荣耀，要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没有打出什么
感觉上就缺了那股气势，也没什么好办游行的。可是说实话，我们能有今天，中间过程当中，台湾算脱胎换骨了。那时候有面临过假球案哦。这个我们感受最深刻哈。1996年那一次哈，因为巴塞隆拿是1992对奥运之后，本来龙狮虎象加雄鹰，雄鹰就是军国雄加这个石豹鹰。所以在1993、94那时候，哇不得了，像廖敏雄那时候很帅嘛，国里健夫那一批，然后国里健到阪神虎队，那一批让我们中华职棒在职棒4年5年蓬勃发展。来了，1996年8月份中旬，忽然间有一次的比赛当中，兄弟象5连的头被 K 一个，陈立信，还有李文传，还有陈立松这4、5个，怎么忽然间没有看到人？因为前一天晚上被我们台中地方的黑道押到酒店去，前天晚上，阿里遐想那情形，你知道？地方的主头海鲜 ，whisky 一本10万啦，偷刀听好不好？对，偷刀，3个，不是这一般的偷刀，一般偷刀，庆忌之都拢讲偷刀啦。昨恁这场比赛甲比赛，你是咧拍啥？你知影阮老大安尼给了几落亿？你甲我讲，你啥你甲你围啦？陈立信问那臭皮的陈派讲，大哥我们没有了，我们没有这样，还没讲完了哈，讲都要甲带落去啊。吴富连大头也讲吼，大哥无啦，阮拍棒球了，还没讲拿一个90的枪托都甲蹬落去啊，这样蹬一凹。好了，这个事件隔天要比赛的时候，吴富连投一个包了哈。其实那时候很佩服《中时晚报》的那个黄英波前辈啊，阿波啊大哥，阿波啊在1个礼拜之后知道事情，你甲有球队啊，时报应啊，讲要飙无，甲飙落去，哇，原来。中波已经有凹都凹了去啊，所以在1996年爆发之后，当时我们在看比赛，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那个时候俊国雄有球员像在詹姆斯月薪1000、2000块美金，我也是500块，都用很廉价劳工。在我们台湾旧的球场，我们在那个五泉路上饭店哈，我们那时候当一个小小的一个评论的去采访他们，结果那个老外洋将可以看到我 ，Hello buddy, please give me more money，give me more what？Give me more money， 然后还讲那西班牙语的哈 ，Espanol 的 ，Digero Senor 啊 ，Mucho gracias， 意思讲你叫迄个哈有做头，你该讲，你知道？以前没有吹波大人那么流行啊，以前那什么智慧型手机，原来纵贯线、海线、山线一大堆，容易围救完，属地主义做最好就是这些主头。好，从1996那时候有黑象、黑虎、黑金、黑米，到最近一次的2009年。记不记得张志佳、曹景辉、陈志远，在2009年10月26号爆发出来，中指在那一次已经快风雨飘摇。其实，在那一次当中，要不是2001年的世界杯，张志佳风行的那一次的再出发，对，我们赢了，那是第3名而已哦，才让中华职棒跟倒这一个台湾大联盟坐下来谈，要合并联盟。结果呢，我们在2003年才能够去札幌亚运击败韩国，好想赢韩国。2002年是雅典奥运，好，这一阵子又开始热，就那次开始热，结果没想到爆发出了，甚至连米蒂亚暴龙队的老板就是主头，搞危啦。所以那一阵子中华职棒已经快倒了。2009年，哇，最后一次彭政闵讲说都没有观众嘛，兄弟象为什么要卖？因为我们没法抖啊，我们是中小企业。所以经历过这5次，那时候已经认为说大概快垮了，政府也很无奈。所以我这次满满的感谢我们这6支球团，这些都大财团，包括日本的乐天集团，因为他们送了很好的教练到国外去训练，也把球员不管是旅美、旅日回来，用最新的运动科学。我看这不是天上掉下的礼物。你刚才问蔡其昌，满肚子的辛酸啊，蓝白你不要说哈，基冲做干呢，满跟他做干呢。你甲讲啊，伊咧蹭中华队，伊就是会长啊，伊咧教育部政治，伊去人去欣赏，都没有排4位，都排在旁边。你看伊咧接落去的人，这次里面我就说最令人感动的是什么地方？我们的这个国家花了那么多经费资源，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之外，主要是这一批球员，他们经由为什么我们组队很近，10月28号组队对不对？为什么短短的几个礼拜就可以打出这样子情形？这个叫一个模组化的 SOP。OK。以后就用这个 SOP， 因为我们黄金世代就是王建民、彭政闵、高志刚这一批，曾豪居这一批，就是他们平均42.9岁的这批球员，他们不是老套，他们相信运动科学、运动营养学、运动医学，还有 data mining 这些东西的话，以后模组这样换球员，你看那一天补了3个，曾颂恩、郭俊麟，还有包括这个
江国豪，3个替补进来，马上融入。以前国家队是要一起久训练才有默契啊。那后来这几天我在想说，以前的实力那么好，这一次国家队不是实力最好一次，为什么可以打败日本队？原因在哪里？因为过去我们那些名将那个大炮级的，你会认为说他很厉害，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他还是留在旧的观念。他没有那一种所谓的科学化的那种设定，没有一个 data，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次里面也鼓舞到，像今天早上我们上方队16-0啊，Kodo Game 中国队，我说先不要小孩子，去这个特别的去把它这样，那个是小孩子的比赛。我今天还是在我们的这些棒球圈讲说，小孩子就是玩棒球，国中呢学棒球，高中练棒球，到了成棒阶段，到了职棒阶段。运动科学，因为 muscle 这些东西都有了，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球员慢慢成熟。而且日本的今天到昨天到今天一直在检讨，赢一定有原因。他们说他们的手背为什么那么好？台湾的打击为什么都不怕？我们看一个内行的话是看打击跟跑垒，我们的球员竟然敢盗垒。王牌的那个算是75队的王牌的羽田之一郎在第7局双盗垒。陈晨威前面，林立后面，竟然还想到本垒。对啊，陈晨威本来要到，他已经跑到一半了。那个福鲁塔古田敦也说，他那个瞬间感觉说，台湾这个球队不对了，跟我以前想象不一样了。韩国队的柳宗义走进来说，你们手背不是都会掉？第一局失误打击打不好，你侧头打不好，拍写0-6嘞，6-3嘞，您斗呢？您已经这5大比赛跟输4场嘞，韩国也。打到后来，韩国在检讨。日本的媒体、日本的球评长说：“感谢台湾赢球，要不是你们赢球，很多国家说台湾可以击败日本，荷兰也可以，墨西哥也可以。现在韩国变成我们想反过来了，好想赢台湾。所以大家那种 confidence、那种自信心，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我还是一直在强调，当这个国家这么重视这个棒球比赛，球迷那么支持的时候，这就不简单呢。所以明年比赛的。”那个经典赛，让我们球员休息一下。那拜托一下不要握手会，也见面会就立马跟爱球也丢胸，回黑款，赶快组队，其他的开始冲啊！明年2月，不要小看这几个球队了，黑不巴卡，我们不小看这队。明年经典赛资格赛、经典赛再打2026的经典赛，这次以后的台湾国球，台湾的棒球真的会起飞了。不过刚才讲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再迷信单纯的所谓的大牌名将啊，所有这些，而是平均上面，然后包括相信科学，相信这些，要不然的话，对，在以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名头，我们相信巨炮，但人总会有每天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嘛。当然，那你如果单纯相信这样的话，到那天他状况不好的时候，那整个球队系余生。刚才在跟蔡昌会长在聊的时候，大家终于解密了一件事，就是那个。点饮料的那个图版，对，说那恰恰为什么跟大家在点饮料？那时候才发现，因为蔡昌会长，观众朋友，你看他刚才讲，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 data 数据，然后包括所有的情搜中心是在后面，这场比赛打，就算被3振的人，他是马上要跑到后面去，对，然后去用平常的数据，然后看这场的数据，那个投手是不是照着我们以前收集的数据要做变动嘛？刚刚齐昌会长是这样讲的，所以，但因为澳洲换人换得太快。来不及再跑到后面去，所以恰恰干脆就拿一个板子，就直接在现场大家就开始玩起来，就告诉你这个投手是什么，然后比较起来。所以那个运动科学你不得不信这些，但是重点也在于说这些选手是真的能够把自己的实力也都发挥到极限，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确实有实力可以这样打。但是话说回来一句话，任俊，老话一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不是真的坐在家里面看个电视。天上就会掉下一个冠军来，光看那个好，你就这样，那陈杰宪好了，光看手上的茧就知道要花多少功夫才能拿到 MVP。对，因为这一次其实我们后来这几年只要是运动选手或者是要为国争光然后回来之后，基本上这个政府都会安排一个英雄谷的这个游行嘛。你看昨天那个人真的是比上次那个人还要多那当然，大家都很高度的关注，就是说车上面今天谁来了，而且大家都抢拍照。我以为那是手机商的广告，因为每个人拿手机这样拍那其中就有这个网友，他就分享了他在这个他拍的这个照片那他就拍到了这个我们的台湾队长陈杰宪那他这个高举着他的双手跟大家打招呼。结果这个网友呢，他把它放大一看的时候，哇，他就把这个放大给他的相机画素蛮好的看到他的手上居然都是长满厚厚的茧，而且你可以看到那个茧基本上都是成年老茧了
而且你看他的位置刚好就一个3点，有没有？就一个3点的这个位置。对，那就是长期握球。两把打了，2把打了。哎，你的贡献多少？来示范一下。那个他是左打者嘛哈，不管他戴打击，他还戴打击手套的人，那个压木棒起来的哈，跟各位不要，我们拿木棒水选手是这样，左打者对。比赛球按，大概球棒有点快掉下去的感觉。我们是要出，球背来巡哈，叫司令鼓再出来。那他们最大好处是什么？这些球员在这所谓的设定球路里面，球员是这样，什么球可以打，什么球不能打，都很清楚。你只要设定好之后，就全力出击。所以这次你看，我们纵使被3振，你包括张振宇被3振，你包括陈杰宪被3振，我没有看到那3振是这样摸一下的。对 ，full swing，司令鼓就行了哈。我跟你讲，挥棒落空，有时候总教练看到你挥棒落空3振。他觉得跟你点头，你这个只是没有跟上那个球。对，好。你温哥啥 ？nice swing，nice swing，3振也没关系。所以你要这样，那3振之后人会很尴尬嘛。那打击教练说 nice swing，never mind， 没关系，卖还路。对，熬杀过来。所以你刚才讲那个 data， 他马上回去之后都开始拉给你。我们情收是说量好球之后，或者量好2号之后，量好3号之后，他可能球是会拉给你。纵向直插球掉下来，不是呢。对 ，high fastball，赶快跟彭正明讲，恰恰。都叫我的那条不是把叉，害怕什么对不对？好，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说这次我们进步在这里。OK。而且其实刚刚像维志哥讲的，我相信不是只有陈杰宪手上有这样的一个茧啊。对的。那其他的球员一定都有啊，因为都是长期在练习。而且这是戴棒球手套，戴打击手套以后手还是这个样子。是啊，是啊。所以你看他破，那个很容易破掉的。我觉得他挥棒的次数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之外。当然，绝对想象超过。但刚刚维志哥在讲，就是说陈杰宪的，因为这个练习，包含他刚刚去讲那个打击那个，维志哥真的非常非常专业。但我特别想到有一幕哦，就是说在赛后之后，他们去访问那个日本队的投手。对。日本队投手说什么？没有失投，我没有投错啊。对啊。我的球速150，我的角度也是对的，对，我怎么知道他 K 出去了？他塞陈杰宪内球塞的内角，绝对是他要的地方，是，只是没有想到内球可以内角被捞成那个样子。那个球陈杰宪有可能是他的打击的弱区哦，那这个厉害在什么地方？互相讲，我那球突出去后，我没绑嘞，我塞进去我把你接掉，对，纵使第一个你最好打不到，纵使打得到呢，也打不好，那代表什么？前一个打席已经有一个什么 image 的印象，就是讲蔡彩刚吼，你这条球突出来，一砸你来甲拍不好，所以这是他们的日本的很多教练都在研究，说什么你们台湾很厉害，竟然强化自己的优点，不怕缺点，真的是咱进步所在呀。而且你说我们会做情收，这次大家讲说哇，我们情收28人去就日本队不做情收，当然做，当然有，他也做嘛，所以我就特别印象是这个日本投手说我没有错啊，对，我全部都是对的，但他 K 出去，这又回到刚刚维志哥跟这个武哥讲啊，说我们以前真的啦，在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棒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等待巨炮，我印象中以前早期的时候嘛，第4棒之后，哇，强棒大家一起来，对不对？这一次我觉得很特别，10支全垒打，9个人打出去的，就他不是高度集中在特定人的身上啊，谁打出去2支？陈杰宪嘛，他陈杰宪2支，所以9个人平均可以打出全垒打，棒棒开花，这个也对大家来讲是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很夸张是什么？第一场对韩国的6分全垒打。最后一场对日本的4-0也是全垒打，这一些在国际棒坛里面，而且我们的球员不是虎背熊腰。以前小武哥跟我们的年代，林俊伟给的一定是赵世强，对啊，吕明志、陈金峰，对吧？过来对林志胜，恰这块的，那些1到9棒一定是差那个啥。中心3、4、5棒是那个打击出样嘛，后边7、8、9弱棒嘛，拍摄咱这边1到9棒，连江苦里的轰浪，张正颖跑到比赛。我就说这个科学化训练是因为我们有个 i machine 哈 i pitching 什么意思？它是有一个量化的模组，那100多万的一个机械，它输入进去互相相乘的6种球路，所以在打击每一个打，我们以前啊国际赛啦都有霸喜也好，140公里也好，怕不怕啦？对啊，这么8个 piece of cake。这么个要不要怕霸了？所以哈，我一直觉得说我们的钱花大口上腿下来了。对，而且你看他，我那天看到陈杰宪 K 出去之后，他的笑容就出现了。对了，他一定知道那个手感是对的。好，一定知道那个手感是对。但因为刚刚讲到打击啦，哦，讲到那个彭政閔嘛，哈，因为昨天那个英雄谷游行的时候，哈，看起来彭政閔没有在车上，好，他人没有在车上。那这几天当然网络有一直在讨论哦，说这个彭政閔哦，11年前。曾经拍过一支广告。
这几天大家网络有一直在讨论哦，说这个彭政闵哦，11年前曾经拍过一支广告。那这个我是截了他那个广告的那个截图啦，我就从那个影片上面截下来啊。他当时帮一个在拍一个饮料广告啦啊，那拍一个饮料广告，那广告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有一天我要看到台湾拿下世界冠军"。这一次他做打击教练，其实我真的很想，就是因为没有记者去找到他了啊，去问他这一个，因为很多网友在敲碗说11年前他当时虽然是拍广告，我讲他虽然是拍广告，因为那个广告就从小啊，然后到大，然后穿不同球队的球衣，到后来就是这个兄弟的这个球衣嘛啊。可是因为那一句的那个话，到后来我都讲啊，我们在场边看球的通常都有一种幻想，哪一天我要是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一下。所以仁俊哥，你刚刚讲到，昨天有一个球迷很感动，65岁了。伊讲我顶边巴塞隆纳奥运32年前，我一定要30几岁。我要搁等32年嘛，不可能。以前呢，2016年有一个芝加哥小熊队，100年来他上次拿冠军是在光绪年间，所以叫光绪熊。所以你知道他每一代的芝加哥小熊队的球迷做阿公的，拢甲家属他讲，下一次如果小队拿冠军的时候，务必把这个消息到我的墓碑跟我讲，说我们小球队拿冠军。就2016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他的子子孙孙摕收音机去阿公的墓啊播，去墓啊播给阿公听，讲阿公快点拍，我要 championship， 咱摕冠军啊！这一次那个球迷他那个讲内心有一点澎湃的。上一次1992年，到现在小虎哥有几个32年？对啊，32年你几岁？咱几岁？哦，还年轻。对面的对，大概90几，所以感动在这里嘛哈。不是你刚刚讲60几岁很感动，我看昨天在英雄谷游行的时候，记者有采访有一个70几岁的球迷，他上来参加英雄谷的就欢迎那些英雄，然后记者采访他说我印象中好像74左右，他说你告诉我还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这样？他说我说什么都要来。你听到这，你就会觉得有希望了，未来真的有希望。所以我就说，网友去翻出11年前的那个影片哦，而且我其实觉得在这一次，我都讲哦，就说赢球的瞬间叫激动，现在我们在回忆的叫感动，因为你真的去回来看过去曾经发生的过往点点滴滴，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一次大家都在称赞教练团，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说彭政闵他没有心想要自己是上场打击的那一个人嘛，我相信他一定有。当然，但是这一次拿下冠军之后，从王建民到这个恰恰，你看大家都是把所有的舞台跟角色给新的球员，因为他知道他们才是主角。但我也必须讲，没有他们的带领，你说新的这些球员他有多少的机会面对到这种国际大赛？那个经验是很重要。你知道那个王建民低调到什么程度吗？王建民在日本的知名度多高啊！是。日本的职棒球界，日本的媒体第一时间在比赛，我们就打了几场而已嘛，哈。第一场比赛就要问那个全民旺，他对日本的王牌那个菅野影响很深。日本的球团是对这个英雄，尤其是他在洋基队的时候，左外野手叫松井秀喜，黑起嘎金嘛大谷翔平，不是啦，要去问王建民说这次，王建民说这次比赛是我的口嗨，我的学弟。我们把舞台就是给学弟你们不要来问我们给曾豪居更感动的那个叫做什么？这个船的大概几百万对香槟里面，因为日本人跟人家嘛跟你俄罗，你台湾人那叫神用100多瓶的香槟，没有在现场拍，没有在现场喷，因为在东京巨蛋那个圣地，可不可以喷？可以，但是曾豪居说。咱讲赢球啊这部分日本对我们很好，所以台日，你知道球迷在底下，这一次比赛如果能够让台湾赢，我们也接受。他们不能接受是韩国拿冠军而已啦，其他都可以。其实因为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讲为什么大家会把王建民看作神一样的存在，很简单啊，日本名将到现在还在大联盟的，你随便比大谷翔平、达比修有，就算新上来的吧，金永生态这几个，你告诉我哪一个人有过？不要说2年19胜，1年19胜就好。这些名将你都觉得厉害了吧？没有，只有王建民2年19胜。可是在这次的舞台里面，全部让给所有的年轻的选手。这个是让大家觉得真的是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传承就表示这个实力可以一直传承下来。但将军，包括 BBC 讲的，这棒球承载了台湾一个国族的认同。这确实这样。对我们来讲，日本也觉得不可思议啊！9战中线0失误，我们所有这些表现，刚才包括讲，我们还有人想要抢本垒，
到本垒这种事情，通常会出现在中南美洲的国家，通常会是这样。但是我们那就表示我的信心跟积极度啊，我就是要赢啦。这台湾的棒球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不止于是棒球一种运动而已，那是一种国魂。我为什么这么讲？其实台湾是一个蛮悲情的地方。从之前日本殖民，台湾人能够跟日本人平起平坐做的一件事，就是打棒球。就会打棒球。所以大家从电影《卡农》里面看到甲子园嘛，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土地，那是一种所谓的台湾人气魄的表现。我可以光明正大的打败日本到甲子园去参赛，那种气魄。那后来到了那个中华民国的这些政府直接拨迁到台湾，这又做了很大的改变。早期大家怎么样？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所谓出国比赛，扬威国际，那时候叫中华队。对，威廉波特。对，威廉波特。我想为什么我们半夜3更会起来看小朋友青少棒、少棒、那个青棒3冠王？以前常常讲，觉得扬威国际为什么让中华民国4个字全世界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退过来了嘛。从这么大的中国变到这么小的中华民国，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小，可是我的棒球扬威国际，所以当时棒球变成我们的国家的那种灵魂所在。可是呢，从中国解开铁幕出来之后，这个时候从什么时候？从1970几年吧，中国变成联合国的正式会员国，那我们就没有所谓的中国代表权，就变成一直被压着，就是什么 Chinese Taipei。那是一种悲哀的妥协。我说为什么叫悲哀？洛桑协议啊，那没有办法。对，那没有办法。如果今天你不认同这件事，你连比赛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们那叫悲伤的妥协。那妥协的状况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打出好成绩。那可是打出好成绩以后呢，我还是要让我们这群人的声音，让我们这群人的国际地位散播出去。所以以前讲中华队，好像就被中国吃豆腐。这什么？这个中国台北被他吃豆腐。那我觉得经过了职棒的一个熏陶，我们叫出一个口号，叫做听台湾。叫做听台湾，听台湾。人家说挺台湾不是，叫做台湾队。叫台湾队。大家可以看在东京巨蛋应援那个震天响，听台湾，听台湾，那种感觉是什么？是这一群人落座在台澎金马的这一群人，那个民族自信起来了。OK， 刚才跟齐昌会长聊的时候，对了，他以会长他讲说。他不介意你叫中华队，你要叫台湾队，不管你叫中华队叫台湾队，反正都是这块土地的一个球队，代表的就是这块土地一个球队。那大家一起支持的球队，要不然的话支持度就分一半，那就很奇怪。这明明奇怪，明明同一支球队，同一块土地，怎么可能会因此要分一半？但你不可讳言啦，元之，那从我们这一次你说包括英雄谷，然后去接见或者什么这些过程，对。赖清德总统来讲，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他的那个棒球这一次的冠军，那个团结牌，对他来讲会非常好用啊。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他昨天那些英雄在游行的时候，那个文总嘛，还有总统府嘛，他们邀了各党的秘书长去一起帮那个英雄欢呼嘛。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罕见的场面，至少赖清德总统当选之后没看过的，各党的秘书长都在一起。比如像民进党的林右昌啊，国民党的黄健庭啊。还有民众党周瑜修啊，甚至时代力量的王婉玉啊，大家都在一起为这些英雄欢呼。我觉得其实蛮感动的啦，就是说台湾大家不要每次都为了这件事情然后互相扣帽子，你不爱台你舔共，然后什么没有。我们不管台湾队、中华队，我们就是我们的棒球队赢了世界冠军，这就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赖总统用这种方式啊，就是说大家来团结，我觉得蛮好，但我希望可以延续啦，因为有时候你担心什么？因为比如说像蔡其昌好了，蔡其昌其实我们不分党派给他鼓励啊，因为这次中华职棒在这次得到我们的棒球队得到世界冠军，出很多力，蔡其昌也有他的功劳嘛。我们不同党派，你是真心称赞他哈，真心称赞他。OK， 感谢。我是觉得不错啊，你是用感，因为。我很少看到国民党会称赞那个赖总统哦，让给咱俄罗烂，咱把俄罗赢着。我来称赞你们一下，看一下这个照片哈，对面的可能都不知道哈，一直在。这以前的游行啦，你看他游行多盛大，这是1969年金龙少棒队那时候得冠军，从中山机场哈，哇，一路啊呢，样子那你还在那多盛况空前的。
这一些来到当时就没有什么东区嘛，你松山街东那边大亏你啊，然后沿着这个那个路都很小，来到西门町，看到一下你们家看一下右边这个，那来到什么中华商场，人山人海，加个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之外，一个人，我昨天看那个军车哈，就跟这个相片一模一样，吉普车一模一样，懂吗？然后对，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procession 的是对他来，你要知道这个情形。你知道观众多到中华商场2楼一堆人，竟然有人从2楼掉下来，马不带气，因为底下也是，因为下面都是人，然后马上接住了，龙不带气。这一些到最后绕了一大圈之后，就到最后总统府哈，先总统讲功啊，我们的蒋中正还有我们的蒋夫人接见之后什么要喊什么？光复大陆国土，解救道统东安的黑嘛，这一喊10年。我们也感谢宋美龄哈，蒋宋美龄。收留了我们的金融少棒第一代，去打华兴青少棒，所以当时的情形，咖喱公和用台湾，其中啊一嘛就要挨啦，就是说他会觉得说，大家讲中华队讲台湾队，他是绿的人，他有没有受到绿营的批判？其中啊，把中华职棒改做台湾职棒好不好？你有骗人不？台湾人较过去，伊做一个会长无几职诶，你叫伊马上随改，干啥可怜？啊，不管你怎么样，像早上那个在 U12在日本比赛，日本的松山。有人就把它改成中国北平 VS 台湾呐，好，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中国台北。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政治氛围起来呢，刚刚提到台湾名称，那时候罗宋之外，其实在罗马奥运的时候，那个时候包括墨西哥奥运，记者嘛，你讲其实让的，跟你讲两个名称给你们呐，一个叫佛摩萨，一个叫台湾，那汉贼不两立啊。你当中那叶公超啊，加这个顾什么前辈呢？这好，顾维钧有2、3位外交官，甲咱那个蒋介石总讲吼，安尼啦，咱用台湾名义绕离联合国，用台湾都好。如果那时候变台湾多好，就没有中华台北的问题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照片，满满的感动，说游行其实在今年8月份的那个巴黎奥运会就有。更大的一次再往前，大家回想一下，是2017年的世大运，那时候柯文哲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所以这样子的话会。我看到那个颜值兄竟然能够这样子哈，我跟你们我前面在肯定啊，但后面要批评。对，通常是这个，你要带一公爽，你要带一公爽，我是很感动的态度。你赶快把你后面要讲的讲完。我感觉我们都误会了。来，你后面要讲什么？那你要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你讲完我再来做，我再来做反驳。因为蔡其昌我说他表现不错，我们肯定他，可是他这2天在立法院讲的话就不是很得体。他就说，哎呀，总预算，所以总预算都没有过啊，希望大家不要挡总预算啊，不然的话，明年的经典赛啊，这个预算就会受影响。这讲这就很外行，为什么？因为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我们预算我们现在正在审，没有人在挡预算。像我就是教育文化委员会，我们就是审体育所预算，我们现在才审到中研院而已，那所以根本没有所谓的去挡预算的问题，就是已经在排审了嘛。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即便是这个预算没有办法在今年底以前，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例行性的计划，就是说它的计划是去年就核定的1000多万，然后是针对经典。针对这12强跟1600加那个来，再加上那个1000多少？1300的，1600加1300的，没有审完它还是可以用，因为它是例行性的。所以蔡其昌讲这个话就有点外行。我觉得是故意的，认知作战。那另外就是说，像台湾队、中华队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蔡总统高度有啊。他昨天在总统府他就讲啊，不管你是讲中华队也好，台湾队也好，总统是姓蔡还是姓赖啊？赖总统啊，他就说，不管是中华队也好，台湾队也好，都没关系啊。他就是这样讲。可是民进党有些人就是。你好像没有讲台湾队，就是你不对，我也不会，我们不会因为他讲什么队就去扣人家帽子。那这个是一个习惯性问题，或者是你喜欢什么名字问题。只要大家知道说紫色就是我们国家棒球队就好了，一直要进去分。那民进党如果认为说那个时候好，可能老蒋不对啊，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名字？那民进党也执政9年了嘛，你们也可以去改啊，对不对？2018年当时也有人在推动东京证明奥运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他当时是行政院长，他出来说：“不是，这母汤啊，大家不要投赞成票。”他也没有要去改这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赖总统应该没有讲啊，他只是没有主动。行政院有出来叫大家。他当时没有主动讲说不要投啦，他只是说不积极鼓励。好，可是这整件事情感觉。所以到底现在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我们还在沉浸在所谓的胜利的喜悦，可是接下来就要面对到这么残酷这些政治上一些的问题吗？我觉得在大家去思考说，这个棒球接下来我们在政策上
怎么样可以更鼓励这些球员，然后怎么样培育，这都是好事。但是你要去讲到政治，我就觉得实在是有点过头。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刚刚大家一直提到这个队名的事情哦。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最近这个大家如果有看到说这些球员他们身上所穿的球衣，其实有一个 logo 有看到哦，这个上面是写 TC 哦，但是其实它结合是一个 T， 就是台湾的 T。那这个是当然原本哦，这个是 Chinese Taipei 嘛，哈，原本我们这个CT 的部分，它就写了一个很红的红蓝的这样子的一个 logo。那它现在就是有出现新的视觉，然后去强调这个 T， 就希望说能够把台湾的这个元素放进去。所以其实你说大家到底对于这个我们国家队到底要叫中华台北队还是台湾队？我觉得其实昨天这几天大家都有很多的讨论，无论你是喜欢哪一个队，其实它都是同一队啊，对，它都是同一组队嘛，那它都是代表我们这片土地出国比赛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在政治上面有很多现实面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逐步的可以说在未来真的有一天我们可以来更改队名，或许有那一天我不确定，但是重点是现在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能够尽可能去争取到更多的国际赛事，以及最重要的还是国内我们自己在政策上面的支持。那蒋万安台北也有见面会，对不对？对，台北也有见面会，这个我就真的要跟大家讲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蒋万安在第一时间哦，这个夺冠之后他讲什么呢？他就讲说啊，如果涉及在台北市的球员呢，那他就要发奖金。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就问一下市府说，那有哪些球员涉及在台北市？然后他问了一整天，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讲说，没有涉及在台北市，但是我们会考虑说有曾经在台北市念书的这些球员哦，我们就颁给他杰出校友，然后发奖金。蒋万安台北也有见面会，对不对？对，台北也有见面会，这个我就真的要跟大家讲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蒋万安在第一时间哦，这个夺冠之后他讲什么呢？他就讲说啊，如果涉及在台北市的球员呢，那他就要发奖金。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想说，哦，那我们就问一下市府说，那有哪些球员涉及在台北市？然后他问了一整天，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才讲说，没有涉及在台北市，但是我们会考虑说有曾经在台北市念书的这些球员哦，我们就颁给他杰出校友，然后发奖金。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也太慢了吧？然后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其他县市是这样，在球队出去比赛要抢4强的时候，不管你最后是拿这个季军、亚军，任何的这样子的得奖回来的时候，其实各个县市都应该要给予鼓励。在当时，其实其他县市，包含这个台南、高雄，其实他们都已经做好功课，他们都已经知道哪些球员是涉及在他们县市，准备要发奖金了。那你看到说蒋万安这个，我真的要讲，他就是蹭。我跟大家讲哦，上一次奥运的时候，这些奥运国手啊回来台北的时候，蒋万安是说什么？蒋万安是讲说呢，他要4年免费。哦，也就是说，奥运丢金白是4年啦，如果代表台湾队出去拿这个其实12强也是棒球赛事里面3大赛事之一。跟他任期也许他认为是2年嘛，他都2年了。对啊，那他因为博弈讲说，他是不是觉得让他不好，帮下一任去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在讲说，那就阿萨里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下一任大概也不会有。而且我真的要讲，这些球员，其实他很少会去，真的就会去搭捷运嘛。然后更不要说上一次林洋配的时候，他还讲说要把那个其中那个中正国中后面的路要改成林洋路。对，那我觉得你这个都太多了，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说你市府里面自己。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最直白的，我认为他发给这些球员、教练这些奖金，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些预算在他的体育局里面去呈现出来，就是他接下来这些预算，他可以请这些球员，譬如说，如果魏全龙是我们台北市的队伍，他可以请这些球员在未来担任我们台北市有很多校队的上报学校的教练，对学校的教练啊，然后让他们可以到这些学校里面假日的时候去教。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样子的一个宣示，其实会让大家更觉得说，你在整个棒球的政策上面跟这个推广上面才是有新的嘛，要不然就很像是找大家来拍照，然后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从大家沉浸在这个喜悦，慢慢开始爬梳，怎么样能够让未来能够持续下去？生活在政治上面，或是一般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没有其他议题一些发酵？譬如明凤，第一个陈志汉他也去欢迎英雄，大家一样做那些为什么要被大家延上？然后馆长讲了，
对他讲的那个说，对他说他要做球板，他今天还跟他讲说，大家都不要虚伪，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大家何必要虚伪成这个样子？可是也被大家的网络上面也讨论非常热烈啊。不是啊，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同庆嘛，哦，那你又何必要做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馆长是先讲一句话比较不得体，不是不得体，是很糟糕。他就说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拿球棒的，我们没有球，我们只是拿球棒打的是人。他前天就这样讲，球棒队不是对，球棒队就打人。那我觉得大家都会打棒球，你干嘛说你要是打人的？然后就一个帮派的这个混的感觉啊。然后他那时候刚回来，好像还没回来前一天，他就是要这样子讲，然后讲到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嘛，所以大家就开始讲。然后这几天讲话也是讲说，我就是做过那个。球板就是签赌的意思。那大家就说你干嘛呢？那是签赌是我们棒球史上一段的黑历史啊！你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你到底是哪根筋不对啊？然后是怎么样？然后于是大家就扯到了黄国昌啊，黄国昌以前就大骂这个球棒签赌，然后就说有黑道介入啊，然后他对这种事情深恶痛绝。那其实现在就是很奇怪，就是大家就觉得你馆长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道介入，然后呢才会拿球棒而已，没有球嘛，然后你又球棒签赌，然后大家就喊说黄国昌你出来讲啊，出来讲，就黄国昌说他自己都已经讲了啊，什么这个他已经公开说明了，已经公开说明了怎样？对，然后民众党的反应就很奇怪，然后像这个。陈杰宪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帅哦，然后他就也去游行了，也去赞助了。可是他非把这个上面这个图比较清楚了，他就把陈杰宪的头去掉，然后呢就摆这个 pose 嘛，这个就因为我们没有台湾这个字，所以他就把头去掉，弄这个，然后24号大家都知道是陈杰宪。然后，那你干嘛呢？对不对？然后结果后来大家就引起公愤了啊，公愤就是说，我们也他自己解释说我是二创，然后呢，你们不是要强调台湾吗？他的意思好像有点也是跟馆长一样做对的意思嘛。然后他就有人也把他二创了，就把他的头也截掉，然后截一个身体，然后不对，这是柯文哲的，就把柯文哲的头截掉，然后有手铐，然后柯文哲穿那个黄色夏天那个黄色那个浴车从球车下来那个也截掉了，然后又跟他哭手。我觉得民众党也不晓得为什么要做成这样。那我觉得说，作为一个你们每次都说你们是第三在野党，为何不能够从好的方面去看呢？这个头切掉，这东西这干嘛呢？你讲清楚嘛。OK， 大家看到在这次享受这荣耀的同时，当然对国内政坛，你还是要关心现在的一些的状况，譬如说任俊，周刊说柯文哲有8大金库嘛，是因为当然照惯例，民众党出来有发表就驳斥了这一番。周刊也发个声明，现在是这样，现在是大家都各自要去在言语上面也不能输人就对了。因为今天这个周刊他在写的时候他特别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检调目前掌握柯文哲有8大金库啊。那这8大金库里面，事实上他还做了一个整理，但你如果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大概只有6个因为他有提到另外2个没有出现的是包含 USB 的密账还有木可公司的账。那这里面他当然有一个报道里面其实有特别针对木可的部分有一段就是说柯文哲还用 LINE 告诉橘子说这个什么桌上木可的账把它给销毁掉。那我一讲李文娟吧，李文娟对，木可是李文娟，对，就写给李文娟那我讲就是说，当他会写说有赖的时候，那表示什么？就是通常进去你要么作证，要么干嘛的时候，检方通常就会你手机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抠一下对话记录？狠一点就会叫你整只手机留下来不然就是给你拷因为拷下来 TSD 档很容易啦那是不是他真的有拷到了这些对话？这是一个。那如果他真实是有。然后柯文哲又叫李文娟说是把这个桌上的木可的账把它给销毁的话，那代表柯文哲对于木可公司就完全拥有实质的影响力。他绝对不会是像他原来所讲的那个他
完全都不知情了啊。那这一次这个里面就提到，就是说几个哦，这个账户里面哦，事实上呢，周刊的报道里面还提到哦，他的这些这个8个账里面哦，因为 USB 的密账一定是个人自己在写嘛啊，分成2种，一种呢叫做有开收据的啊，或者是有开发票的，另外一种是不开票的。那有开票跟没开票最大的就是有没有凭证嘛？如果我今天公司上面开进来收进来，我有开张票给你，那就代表我要申报。那他没有申报的部分，看起来第一个大家一定会先质疑是为什么他如果有收，为什么是不申报？这是第一个疑问哦。第二个检调在这里面其实哦，另外去连结就是对不起哦，就是周刊哦，在这里面其实他提到了几个啊哦。就是说，透过所谓的这个政治现金专户，或者是在收取政治现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挪用这些所谓人家给的钱，去成立了众望基金会，成立了新故乡智库协会，哦，还有包含到这个代号 A 的这样一个金库，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用零用金的方式哦，总额加起来，如果大家因为它是以万为单位嘛，哦，各万、10万、100万、1000万、亿，大概在这边的总额是15616万左右哦，它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在去年8月的收支，但之所以讲密账，我们对于密账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没有公开的嘛，没有办法给外界知道的啊。那这里面当然，你刚刚提到就是说，民众党的回应，事实上没有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那不实报道。民众党的讲法是说，你怎么会连政治现金，跟所谓的汇款都搞不清楚？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个的说法没有回答外界的质疑，因为最少有个叫谢国良的200万。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这个的说法没有回答外界的质疑，因为最少有个叫谢国良的200万，到目前为止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哦，就他也没有要回应这一块啊，当然反正后面就还是批评了一堆的这个东西啊。那因为今天周刊事实上他在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还提到了就是整个司法侦办的进度了啊。他说这个不排除哦，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12月底前，对，12月底之前呢会进行起诉。那现在问题来了哦，因为他如果12月底进行起诉，而柯文哲如果一直都坚持不认罪，有没有可能继续延押？哦，有没有可能继续就起诉以后还是在押？对，那他现在有提到说，依照速审法的状况，一审的部分事实上是有权利再继续羁押，而且羁押的时间还蛮长的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检调来讲，说实话啦，我相信检调的压力一定也大。周刊报道不代表一定是检调现在状况，因为接下来我跟你讲，一定会有人就是等到起诉书出来的时候，民众党一定会拿着起诉书回来对周刊，你这上面写的哦，跟这个起诉书有没有一样啊？如果一样，有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就是泄密，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如果有不一样就是你们编故事又故意要陷阿北于不义但我觉得那些都是枝节的事情，因为现在看起来包含到说朱雅虎他认罪，那李文忠现在看起来他没有要认。他还提到了一个，就报道里面还提到一个陈佩琪的角色，因为陈佩琪多次到 ATM 里面去存钱。那里面提到了一段，如果他今天存的这个钱，其实不是像陈佩琪所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几个收入来源的话，有没有可能会涉及洗钱罪？OK， 那如果他存1次算一样，那存5次，会不会算不一样？是啊，那就一罪一罚了。是，可是现在看起来，这所有这些内容，明凤周刊的报道，我每次都要让大家看，譬如刚讲穆可这一段，周刊是这样写的哦，办案人员还原柯的手机发现。穆可公司内账在8月11号晚间8时许，由柯传赖下令李文娟说来了，上下引号，你桌上的穆可账把它碎掉。一般看上下引号表示是原文，那这篇里面，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真的如果真的有这个的话，那最起码柯文哲知道那穆可账不能让大家看到。对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嘛。那8月11号。他下指令，那你知道8月12号要干嘛吗？就是这个开这个查账记者会吗？开这个查账记者会的前一天晚上，他竟然亲自下指令叫李文娟把穆可账给消掉。那你就是在作弊嘛？第二天查账记者会一开始，
他们就先帮木可说木可关了，要清算，对，要清算，而且我前一天账就清掉了。那问题是木可的账你要关掉，你要账把它算清楚啊。当然啦，那有解散清算的程序是很严谨的。对，然后所以说他第一天就想好，我第二天宣布就把木可关掉，然后我第一天就把碎纸机碎啊。那我只是说，我不晓得办案人员是不是会像那个电视演的，一张一张把它贴回去，就像我们上次讲那个铅笔画画有那个痕迹那个啊，剪掉14号去收木可。哦 ，OK， 对嘛？所以说你这整个这个东西就被抓到了，你亲自就是你这个木可，大家都怀疑你最大宗的政治现金都是流向木可，木可是你的洗钱的一个人头公司，所以说，那你这个被抓到了这样一个证据的话，那你民众党还有什么话好讲？而且这一次的周刊是爆出来说，这个整个检调查出来，有关金华城的这个政治现金的部分相关增加到2300万，整个金华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他们叫汇款就是收贿的汇，已经破亿了。已经破亿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这个整个看起来，我们过去嫌说钱太少，现在已经破亿了，那破亿当然也不是很多啦，但是至少这整个检查这个整个调查过程里面，它的金流呢是逐步的在暴露出来，慢慢的在增加这个金流。那现在就说刚才任俊讲的这个代号A 的这个账册跟所谓橘子人那边的账册，这两个部分是没有办法找到金钱的，而且这个中间他们这个金融刊也报了说，沈庆金曾经在这方面呢，从澳门赌场拿了8000万回来。那我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比较不相信，因为他是说他用30寸的箱子怎么回来8000万？对，所以我觉得一个大老板也不至于推2个行李箱回来。那个我觉得他是会可能走地下这个汇款的汇道回来，或是说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就赌场在台湾通常就是有设一个机构，你在那边输了筹码之后，输了或是赢了之后，在台湾可以交钱、交台币或是领台币。这样的方式，那现在就说，那就是说证明这个8000万是不是这个也有可能沈庆金在海外也给你有一些金流的存在，所以今天来讲，对于这个案情的突破点，就是在于就是说你如果心里没有这个虚的话，你干嘛叫李文娟在前一天把这个什么账目通通碎掉？然后今天这个当然民众党又开始骂说。这个就把陈之涵，主要是骂陈之涵是比特犬啊，那大家就查比特犬，因为他是世界最凶的狗哈。那所以说，那陈之涵就有回应东回应西。对，他回应说那根本就不是在讲对，他。那《镜周刊》也不是吃素的，他就前面有讲一堆，后面一句话就是说，请问一下民众党，陈启玉都已经回来了。那本刊也有追踪，请问你们的橘子什么时候要回来？请民众党回答一下这个东西，请民众党回答一下。不过现在看起来，刚才讲到就是神经，将军的8000万，你很难想象。明凤刚刚讲的对，8000万要回来，你告诉我要从海关回来。不可能啊！对啊，这怎么可能？不可能，绝不可能。那个皮箱一过那个 X 光的都看得出来啊！对啊，那这怎么可能？8000万要从澳门从哪边运回来哦？我觉得不可能啊！你多带几瓶酒都会被抓了，不要说带现金。但是沈庆金到现在为止，他有2个坚持哦。只要检察官对他一不客气，他就跟你讲，我要拍片子呛你，你试试看，我要拍 Netflix， 我要把它揭露。再不然就是问到无话可说，他就保持缄默不讲话，这是他2大绝招，一个是呛，一个是不说话。那为什么他这么有底气呢？因为他说抓不到我的金流，因为我根本没有金流嘛。第一个我都用现金交易，第二个钱都在海外，你怎么抓？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沈庆金中共垮了或股票怎么样，沈庆金就完了。这个澳门有赌场新濠天地的赌场，有一个朋友跟周刊爆料，他说不会。沈庆金就算中共垮，他也不会有事。他在澳门在赌场有多少现金存在那里？他根本不怕，他可以过好的、吃好的，他的下半生根本吃喝无虞。那么这种状况，在2021年曾传说，也是这位赌场的这位不愿具名的朋友跟周刊爆料，他说：“我告诉你，
他2021年10月份在赌场赢了2000万港币，大概7、8千万台币吧。你怎么抓？所以很多人就说，如果沈庆金中攻垮了，或股票怎么样，沈庆金就完了。这个澳门有赌场新濠天地的赌场，有一个朋友跟周刊爆料，他说不会，沈庆金就算中攻垮，他也不会有事。他在澳门在赌场有多少现金存在那里？他根本不怕，他可以过好的、吃好的，他的下半生根本吃喝无虞。那么这种状况。在2021年，陈传说也是这位赌场的这位不愿具名的朋友跟周刊爆料，他说：“我告诉你，他2021年10月份在赌场赢了2000万港币，大概7、8千万台币吧。他说这个钱啊，他有弄回台湾哦。他说沈庆金弄回台湾，哎，大家就眼睛睁大，怎么弄回来的？他说：哎呀，赌场，你以为真的叫你带着钱闯飞机啊？万一给抓怎么办？小钱这样闯，大钱台湾有地方是可以越对的，可以去拿的。”我在澳门拿了2000万的港币，到台湾是直接换成台币，在台湾你去领，有这种管道，怎么可能没有？没有，我在澳门赢的钱怎么办？对不对？两个办法，一个存在澳门，一个我想办法弄回台湾给你。我告诉他，这个他爆料多仔细，他说后来沈庆金为了要拿这8000万台币，他说如果正常的话，你汇给我就好了嘛。他没有哦，不要，我都要拿现金。他用了好多个旅行箱，派了车，一趟车接不完呢。一趟车接不完，还派了2个会计小姐去清点，因为你说一箱是1000万就1000万了，没有，他不相信了。点钞机吧？对，点钞机清点，现场清点，抓，这比柯文哲的配给拿去 ATM 存款爽多了。那个点钞机唰那种声音听了就酥麻，你知道？他点了一次，然后上车载不完，再去一次，再点，派了2个会计去点。然后这8000万就直接运回威金总部，就这么明确哦，威金总部。所以你认为小沈去跟柯文哲做这个840容积率，那是用什么小钞？不是现金，现金，甚至还有部分的交款可能根本在海外，所以说那可是沈庆金百密一疏啊，我给你你就拿就是了嘛，摸摸鼻就收了嘛。柯文哲就是这么高纲，你知道？我给你记录起来，我每一笔都记录起来，小沈1500，小沈4300，全部给你记录起来。所以现在沈庆金不晓得知不知道柯文哲有这个习惯 ，OK， 因为他们2个都被羁押了嘛，2个是不能对谈的嘛。柯文哲说了什么，沈庆金说什么，2个互相不知道。所以沈庆金，你要不要到时候知道说柯文哲把你所有给他的钱，虽然在海外，他全部给你登录下来嘞，全部记录下来嘞。所以我才讲840%的谢金可能不是大家认为的都在台湾给，有部分说不定根本就在海外。可是刚才对，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你说8000多万这些东西是很难想象，除非真的说在台湾能够直接汇兑出来啊，或什么。但原之对你来讲，到目前为止，像周刊的这些所有的报道，你觉得对柯文哲来讲有一刀毙命吗？我先讲陈志然，因为我今天也有去问他了。你说比特犬吗？比特犬还有那个政论节目什么给他1000万啊？对，因为我很好奇说这1000万要怎么使用嘛。后来他就讲说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因为我也会觉得很奇怪，1000万用在政论节目，那这个1000万要怎么用？我觉得以我有上政论节目的人，我觉得不合常理。你等一下，这要怎么用？来。亮君有没有说周刊有没有说要怎么用？他说有可能，对，他说统筹或亲上政论节目啊，而且他自己负责，所以有。可是为什么要1000万去上政论节目？就买嘛，他可能买去买。可是我看民众党也很少在上政论节目啊。对，所以我是觉得蛮奇怪的。应该不是传统媒体，他这个不是说我上政论节目，他应该是买网剧，买什么东西？反正他是广泛的，应该我认为啦哈，这周刊里面所讲的1000万里面，应该是指的说陈志涵在政论上面去发动攻击啦。那如果发动攻击的话，不是只有这些传统政论嘛？他可能还有网络上，那会不会这里面有网军的钱？说不定也有啊。所以你说这1000万到底是他去怎么用？我觉得他当然会想说没有落到我口袋里，可是他怎么样去执行？他很有可能很多空战的战术嘛。对，第一个就是说，他就说没有嘛，然后第二个就是比特犬，他说比特犬不是在讲他，比特犬是在讲一些就是对柯文哲常常乱攻击的人，比如说王叉，没有，他没有陈叉叉，有王叉叉、李叉叉、吴叉叉，
有你吗？没有，没有我，没有都没有，没有，我们还不够大尾啊。王叉叉、李叉叉、吴叉叉，我不知道是谁，就王一川啊、李正浩啊，对不对？那吴叉叉是谁？吴叉叉应该是那个 Grace 吧？我不知道谁啊，但至少他有讲到比特犬。但是有这3个字，可是不是柯文哲讲他，柯文哲是讲那些人，所以我认为，当然镜周刊在报的时候会有一些错字的状况，就是张三李戴错字状况，确实是会有。那我是怎么看说有没有一刀毙命证据？其实就是因为镜周刊每一个礼拜本来都有一些内幕嘛，或案情会出来，可是最近慢慢没有了。比如说上个礼拜就没了，上个礼拜讲避开棒球的这个了，避开棒球热，但是上个礼拜他还是有柯文哲，只是他讲的是柯文哲要把位置传给黄国昌。那我觉得这个案情可能就已经有触礁，就有瓶颈。那假设就以现在我们镜周刊，假设我就退1万步哦，就是他讲的都是对的哦。但他到目前为止，也就是证明了柯文哲可能有拿很多钱，但是这些钱是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还是说这些钱是他为了要让那个沈庆金的金华城呢容积增加，是直接跟沈庆金收的汇款？目前为止确实是没有看到，所以我是蛮期待，就是柯文哲被起诉的那个起诉书啦。我想说，起诉书上面应该会有来龙去脉、因果关系，会交代比较清楚。我觉得到时候大家会比较了解。来，亮君，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法金额1亿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哦。就第一个是说，现在检调他从这个政治现金里面有找到有将近2300多万是跟这个威金集团有关的这些款项。那现在民众党的回应当然是讲说啊，政治现金依法申报，那你要讲说这是跟行贿的话是无法对上。可是我要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政治现金当然是依法申报，可是现在的关键在于你的不法行为，你有因为你去帮这个私人获得了利益，然后他以这样子的金额来去感谢你，所谓的对价关系成立，它就会形成收贿。所以现在你要去讲说政治现金不能跟汇款，所谓的收贿款项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模糊焦点啊。那再来还有就是说，刚刚提到了包含这些木可公司啊等等的，很多是来自于他没有把它列入政治现金的记载，没有登账，所以他进到了众望基金会，进到了智库，进到了木可公司，这些完全就是侵占行为啊。那所以接下来柯文哲现在面对这样子将近1亿的不法资金，那民众党到底要如何说？很明显到现在，他们现在只能回应一个是一个，然后他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证据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当周刊今天报这些，民众党也做了相关一些的回应，那周刊也发了声明。接下来是不是到12月底以前，那柯文哲主席真的有可能会被起诉吗？那检方即便到了起诉，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在等，跟刚刚元之讲的一样，要等着看起诉书里面，那这里面是不是能够说服全国所有的民众，包括有没有图利，然后有没有受贿这些。谢荣这个案子最新的一个发展是，检方在调查的过程直接先禁管。包括出境出海啦，所有的这些，那往下侦办是不是真的能够还家属一个公道？所有相关的这些未来发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